Hello，Hello，大家好，很开心啊，又跟大家见面了。想必呢，大家对这次的前瞻直播已经期待已久了。那本次直播除了剧情资料片的更新内容，还有新赛季的精华相关内容以外呢，也会为大家准备了速回、怪念集、演绎之星、真理之下以及电竞系列的相关内容的消息。另外呢，还有公益活动、联动的返场等相关的内容。听起来非常丰富啊。那事不宜迟，我们直接开始吧。OK，首先呢，为大家带来感恩节的内容。首先，今年的感恩节活动呢，将于11月20日开启。我们将开启全角色的限免，然后同时也会有角色解锁卡以及时装六折卡的一个福利。同时，这次的6折卡的持续时间是可以到26年的3月31日。同时，访客们参与活动还可以免费获得头像、头像框、记忆珍宝旧赛季和排位保分卡的奖励。另外，今年还有一个特殊的奇珍品质的家具涂鸦展示墙会免费赠送给大家。听名字是能够展示涂鸦吗？是的，我们可以把涂鸦贴在这个家具上。之前呢，有一个赛事的家具，其实也有类似的一个效果。但是呢，那个家具只能展示电竞类的涂鸦，而这个家具可以展示所有种类的一个涂鸦。太好了，这下好看的涂鸦也能展示在归宿里面了。是的，同时在感恩节节点呢，也会有一批往期的时装迎来返场，包括佣兵、柴郡猫、盲女、玛利亚公里、园丁出勤、玩具商花千树、黄衣之主死灵师、记录员缔造者、小提琴家孤月骑士。另外呢，还有部分的速回谢尔塔系列的时装也会在感恩节期间再次登场，感兴趣的访客们就不要错过了。我看到园丁和玩具商的2款西式时装也会在感恩节期间返场。先前卧谈会有提到哈，这两款时装制作配套的随身物品，不知道能否透露一下这个开发进程呢？当然可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2件随身物品的局内展示效果吧。哇，这2件随身物品跟我们的原本对应的时装真的非常适配啊，看得出来很用心了。是的，针对这2款时装的风格，我们想把出勤这件时装的春日灵动气息，还有花仙树展现的元宵灯火的华丽，通过它们的配套随身物品更好的展现出来，希望访客们能够喜欢。那这2件奇珍的随身物品呢，将于11月20日上架商城，访客们可以使用回声或者碎片进行购买。除了首周的回声8折外呢，已拥有出勤花间树时装的访客，还可以获得对应的随身物品，350回声的一个抵扣券，然后折扣和这个抵扣券是可以叠加的。可以叠加，那就是首周折扣8折，再叠加回声减免券，单个随身物品价格才498回声哦，那还挺划算的哦。是的。此外呢，我们也为想要以碎片兑换的访客们准备了超值的碎片礼包。礼包内呢含1888碎片，是售160回声，每位访客限购1次，然后大家可以理性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一个入手方式。划重点，以上的感恩节系列活动将于11月20日开启，访客们可不要错过这些福利了。刚刚介绍完感恩节的内容啊，想必接下来就是大家最期待的主线剧情部分了。23年的剧情宣传片啊，我可是看过非常多遍的。今年也会有的吧？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这个环节。首先我们先来看一段真人剧情宣传片的预告版本。We need to be as gentle and collaborative as worker bees. We also need to make rational choices when necessary.
哇哦！完整的真人剧情宣传片呢会在11月发布。那我们今年的主线剧情的主题是昨日之龙。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游戏内的剧情预告片吧。坎贝尔先生，我能请教您一个问题吗？您来到这座庄园的前后，有遇到什么奇怪的事情吗？羔羊。小姐，这里的人和事，如果有任何不奇怪的，那才是最奇怪的。那4个档案，庄园主回来了。如果对应的是我们4人，希望您不介意，我与您同行。那按照那些日记的记录，过剩的好奇心对大家都没好处。极大可能，我们就是最后参加游戏的4个人。谁在哪儿？又回到了这里，又一个迷宫。终于主线剧情更新了，它累了。我记得距离上一次记忆余烬的主线更新已经2年时间了。是的，去年是那个月亮河的对喧嚣马支线戏团，那这次主线来了，哈皮的剧情分析视频又可以开工了。确实，在这次的剧情中呢，爱丽丝可以选择独自一人，或者在盟友的陪伴下探索庄园的未知角落。而在探索的过程中呢，幼年的惨剧记忆再次浮现，名为记忆的樊笼诞生了全新的影子。全新的 ID 系列监管者女王蜂将于11月27日随主线版本《昨日之龙》同步上线。哇，是梅丽的监管者人格啊！我看到它背后像昆虫一样轻薄的翅膀，还有头顶有一个透明的，这个是触须还是什么呀？对的，昆虫学者的 ID 系列监管，那人如其名，女王蜂会有许多昆虫的元素，比如你刚刚看到的女王蜂的背后拥有的魔翅，还有头顶的触角。猜猜看，哈皮，你觉得它是会不会是你的一个本命角色？我比较喜欢玩追击型的监管者啊，像蜘蛛、歌剧都是。那他，哎，你这么问我，他也是吗？难道是有什么一些追击手段或者是什么位移能力吗？是的，方向是对的。那我们这里也准备了一个技能的一个视频，来一起了解一下吧。这边是外在特质虫群，它可以双摇杆左边控制角色移动，右边控制虫群移动。虫群碰到接触到求生者呢，会有一个小幅的加速。然后女王蜂也可以收回虫群会进入一个协同状态，然后交互速度会提升。然后另外呢，处于协同状态下消耗一定的能量，可以控制虫群进入攻击状态，就像这样子，能够对求生者造成250的伤害。哇哦！然后最后这个是1阶状态下，它可以主动飞向虫群的位置进入协同状态，并且可以立刻释放攻击状态的虫群，然后再追上。哇！明白了啊，根据前面技能的描述，那应该是追击型监管者了。是的，然后这个视频其实主要是给大家讲解这个角色的一个技能机制，然后它的一些表现其实非最终的一个版本，我们还会持续优化。那官方社媒也会后续发布完整的技能演示视频，可以大家可以后续关注一下。聊完技能了，那我个人还是蛮好奇它的半身筋是什么风格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吗？安排这个其实原本就准备好了，那我们一起先来让大家看看这个赛季的海报吧。哇哦！41赛季精华1将于11月27日开启，内含稀世时装、女王蜂、记忆的陈科、奇珍时装、勘探员、妄念的陈商、奇珍时装、小说家、无归的昨日。看起来特别梦幻的主题啊！但我看到海报的角落还有很多枯萎的植物，因为最近主线了嘛，这些是有什么含义吗？没错。那说到梅丽跟植物的渊源呢，大家都会想到在《记忆余烬》的剧情里，她曾在花房区域做过植物学相关的一个研究工作。那本次的精华宝箱呢，其实就是植根于这个昨日的花房。而在这个精华的故事背景下，回忆的幽灵像附生植物一般缠绕着德罗斯小姐。精华中的时装正是取材于各种附生植物，如同时装名所暗示的，
分别代表着德罗斯记忆中不同的片段。原来如此，看起来德罗斯小姐也会在精华故事中担任关键的角色啊。那刚刚精华有另外3个角色的时装了，悄悄问一嘴哈，记者会有这个对应的时装吗？记者他其实是会有一个时装的礼包，也会在11月27日同步上线，包含了奇珍时装记者恐惧的旧影以及配套的奇珍随身物品昨日之龙，可使用回声或者碎片进行兑换。哇哦，非常好看，很优雅的一套时装。随身物品的名字也跟资料片的主题有了呼应。昨日之龙的剧情故事到底会如何发展呢？我真的是太期待了。说到更着急的，现在大家比较关心这次主线版本的福利吧。策划大大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OK，那11月27日主线版本开启后呢，我们将为全服玩家发放41赛季10个41赛季的那个赛季精华1，然后大家登录游戏即可直接领取。另外呢，参与主线版本的端内活动兴隆10亿，还可以赢取活动代币，在活动商城兑换最多10连的赛季精华，以及昆虫学者的西式时装复院，还有女王蜂的奇珍随身物品命简等豪华的奖励。哇，第5人格又送金皮了，以及除了刚刚送的10连之外呢，这边还有兑换的10连，一共20连。观众朋友们可以把大旗打在公屏上了啊。那今年的主线版本呢，真的是福利拉满了哈。这个昆虫的金皮是粉色系的，也非常好看哈。对，然后除了上述的奖励外呢，我们参与剧情版本获得的活动代币还可以兑换主题家具、头像框以及大量的线索等奖励。这个头像设计的太有新意了，是角色和 ID 角色人格哎，名字好像都有点耳熟，有点眼熟。是的，他们的名字和内容都来源于小说家的作品，然后我们在主线在过剧情的时候，其实也都能看到过。另外我看到了2个画框一样的家具，是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这是2幅跟德罗斯家族或者说欧利蒂斯庄园命运息息相关的画作，它们源自2幅名画《阿克荣河畔的亡灵与死之岛》，但在德罗斯小姐的记忆里呢，却展现出了不同的面貌。具体的内容呢，大家可以在后续的主线版本中一探究竟。有金皮和紫挂，还有精华球，这么多高质量的奖励啊！第5人格良心游戏实锤了啊！另外，其实还挺想跟策划争取一下的。近2年呢，我们第5人格有很多新的访客加入嘛，过往的主线版本重逢之时跟记忆余烬呢奖励都错过了，也没有体验过。这一批的奖励有机会返场吗？当然。往年的主线版本重逢之时，记忆余烬的相关活动、时装还有道具也会通过本次的主线版本期间进行返场，这个就是重逢之时的一个奖励啊。然后噩梦的时装是在商城进行可以使用碎片兑换，然后其他活动道具可以使用窥镜进行兑换，在活动商店。然后接下来是记忆余烬的奖励返场。然后同样，勘探员的西式时装是在商城可以进行碎片兑换，然后左边的这些活动的奖励是可以通过窥镜商店用窥镜进行兑换。太好了，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吧。今年的主线版本11月27日开启，访客可以通过登录参与活动，可以至多领取新监管者女王蜂的宝箱20连，并通过该活动还能免费获得昆虫学者的西式时装、女王蜂的奇珍随身物品和一系列奖励哈。除此之外呢，往年主线版本的时装和道具也将返场。是的，除了能够体验到剧情丰富的奖励，拿到丰富的奖励之外呢，主线版本的同期还会有不止一种全新的现实的娱乐玩法。哈皮有玩过中场狂欢的模式吧？当然，我之前还跟我的小伙伴一起玩过的哈。当然啊，给没有体验过的观众朋友们科普一下，这是一个1v4队中融入转机卡牌抽取的模式，通过卡牌的随机组合效果来让访客获得非常规体验的娱乐玩法。对的。那主线版本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了娱乐玩法中场狂欢的全新升级版。那我们的升级思路其实是强化这种我们非常熟悉的1v4的对抗体验中的爽快感，同时来提供更丰富的卡牌的一个构筑的可能性。因此呢，本次的升级中，我们扩充了通用卡牌的种类，并且根据各个角色的一个特有机制，全新制作了一批角色的专属卡牌，可以理解为专武。那这次一共新增了125种的通用卡牌，以及68种的角色专属卡牌。这边会简单展示几个角色的一个卡牌效果表现。
哇，看得我眼花缭乱了。可玩性相比之前呢，大大提升了，卡牌组的效果呢也更加丰富了。我刚刚看到几个案例啊，这下真超模了。对啊，不过这是现实的娱乐玩法嘛，所以可能相比平衡性，我们会更关注它的一个卡牌的策略和娱乐性吧。然后这个玩法会在主线版本的第2周12月4日开放，然后期待大家到时候的一个体验反馈。是的，那12月4日不见不散。不过刚刚说过的限时玩法不止一种。那另外一个限时玩法是怎么样的呢？这个呢就更特殊了啊，就是在这个玩法里面，大家将打破常规的1v4的刻板印象，然后来一场紧张刺激的一个1v1的PK。1v1 solo 模式吗？哎，我已经跃跃欲试了啊，这个还真可以。我一开始听到你说打破了常规，我还以为是4v4啊，4v4好像也是1v1是吗？对，那在这个模式里呢，求生者和监管者会根据段位匹配，然后进行1对1的战斗。然后玩法是不设胜负的，但是会统计求生者的牵制时间和监管者的击倒时间等数据。未来还会计入不同选点、不同角色、不同地图的牵制和击倒时间的一个统计。那很适合新入坑的玩家去尝试哈，不仅能帮助他熟悉追击的思路，还能锻炼博弈能力，还不怕坑队友。是的，可以想象一下，就比如说后面出现了一个一行字，凉哈皮在选择蜘蛛在圣心医院小木屋的选点花了20秒就击倒了求生者，超过了99%的蜘蛛玩家。哦，我懂了，它是这样子的，就是1v1之后有个数据。对，一开始可能一开始没有足够的数据，它会在一定时间之后我们再上线这个功能。哦，可以。那全新的限时1v1的玩法呢，将于主线版本期间开放给大家体验。在体验主线剧情之余呢，也可以尝试一下全新的娱乐玩法。哇，第5人格娱乐玩法真的非常有意思，像之前的魔方游戏、灵灵童话的玩法，我都非常喜欢的。希望娱乐玩法能有更加多的更新以及优化吧。会的，这边也跟大家说一下后续的一个思路。未来呢，我们会在战斗和玩法这一块加大人力的投入，不仅会去持续优化现有的一个平衡，然后深挖1v4非对称模式和追逃的体验，也会持续投入更多的精力在比较重要的几个副玩法上，比如说联合、模仿者这种。然后另外呢，也会顺应各个节日去推出带有节日氛围的限时玩法。那大家后续可以持续保持关注。可以，就应该是这样的啊。是的，另外呢，除了现实的娱乐玩法外呢，主线版本期间还会有一批新的角色 EP 也将上线。即将时装的 EP 包括了作曲家、昆虫学者、女王蜂、勘探员、愚人精、小说家、噩梦、小女孩、记者，共9部。只要获取角色，就可以在对应的界面领取。主线组的 EP 也是补全了啊，那期待其他角色也能早日补全吧。都会有的，会逐步完成并且发布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昨日之龙主线剧情版本的全部内容了，希望大家喜欢。那刚刚介绍完的41赛季精华1是女王蜂宝箱吗？那后面的精华会是谁呢？哈皮，我们先不要急，其实我们还漏了一个。还有一个没有公布的40赛季精华3，其实大家都知道了，就是愚人精。
愚人金的那个稀释。那我们来一起看看赛季精华的海报吧。这个就是40赛季精华3的愚人金稀释时装愚人金陨星，还有奇珍时装逃脱大师球星，以及奇珍时装盲女赎星。哇，这个是宇宙主题吗？我看到有个好像类似黑洞的，科幻味十足啊。是的，这次的故事背景呢是一位小说家创作的有关暗星的科幻小说。在小说里，暗星的秘宝引诱着追逐者和他的友人们，前赴后继。而频发的异象又吸引着救赎者为探索真相，穿过扭曲的时空。40赛季精华3将在10月30日正式开启，大家后续可以通过精华的 PV 还有时装的3视图来获取更多的一个设计细节。已经期待精华批阅了啊！快把新赛季的排位珍宝还有推理之境也一并展示吧。好的。那接下来就是新赛季的排位珍宝，它包含了慈善家的稀释随身物品谎言之杖，心理学家的奇珍随身物品星耀，还有厂长的奇珍随身物品家庭时光。慈善家也是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个稀释随身物品了，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玩这个的。对，是的，第一个。对，然后不仅如此心理学家其实也有完美适配的一个时装，因为之前的真理之下的活动中嘛，就病患它是时装加随身物品配套的形式登场的，所以呢，这次也特别为艾达配置了同主题的随身物品，希望大家会喜欢吧。补全了等于是。是的。那接下来呢是新赛季的推理之境，是律师的运筹。这次的推理之境时装呢，和当赛季精华2属于同一个故事背景。律师在其中扮演了一位研究出机械猎手的专家。既然提到精华2了，不如趁机把宝箱内容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前面提到的机械猎手，听起来是一个科技风的元素精华。是的。那接下来让我们看看那个精华海报吧。41赛季精华2呢，包含了稀释时装大副浮游一响，奇珍时装风眼无心，还有奇珍时装跛脚羊此地即行。一位老机械师倾尽心力研发的机械之心，点亮了初代人偶浮游的胸膛。自此，拥有生命的机械人偶开始被量产。多年之后，机械城内的人偶却突然发集体暴动，混乱中，浮游掩护老机械师的女儿逃进了由此地即行管辖的老城区。在这里，初代机械人偶与废弃机械们萌生出一段奇妙的友谊。但好景不长，奉命摧毁浮游的机械猎手无心正悄然踏入这座机械荒城。机械风主题的精华，特别期待。是的。41赛季精华2呢，将于12月18日上线。感兴趣的访客们呢，可以留意后续的社媒平台发布的赛季精华等相关内容。另外呢，说到了赛季精华2，我们其实有关注到上个赛季40赛季精华2，其实在角色的赛季头像发布的时候出现了第三方网站水印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相关负责同学对供应商素材的一个监修不力吧，然后相关的头像呢已在游戏上线前完成了修改，我们内部也进行了追责，后续会加强相关内容的审核，避免此类事情的发生。另外说到头像，最近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大家近期有关注到的测试号的一个问题。这个测试号，其实它是一个，就是会有一个在正式服，有一个测试号会发放一些资源进行测试，但按理来说，这个测试号它只能用来测试对应的资源，它不能正常拿来玩游戏，更不能跟其他玩家组队进行体验，以及说我们测试结束之后，它一定要回收这个资源，所以呢，这里确实产生了多个流程性的问题。目前我们已经对该账号进行了封停。并且从新的测试账号开始，我们会严格贯彻测试账号只能由单人测试资源，测试完即回收的规则。在此向大家道歉，感谢大家的监督。好的，确实是要注意哈。41赛季精华2是12月18日，爆料内容呢这么快的到12月了，那圣诞节的相关爆料是不是也准备好了？没错。那今天其实也带来了圣诞节的相关情报。那今年的圣诞我们会迎来蜘蛛的奇珍时装雪夜之愿。今年的圣诞活动冬日之愿发生在一个刚刚被暴风雪肆虐过的小镇上。为了让即将到来的圣诞夜不留遗憾，
内向胆小的瓦尔莱塔决定献上自己的力量，帮助大家修复小镇。哈皮作为主播，对这个时装还满意吗？很满意啊，当然满意啊！背部的微缩场景也太细致了。即使处在很严寒的冬日啊，瓦尔莱塔也是在为修复小镇贡献出自己一份力啊，我必买。那么这款时装大概在什么时候跟大家见面呢？也是12月18日正式会上架商城，可使用碎片进行兑换。那除了这款时装呢，同期也会开启圣诞主题的活动，大家可以通过活动呢，获得对应的奖励，从独特时装作曲家圣夜协奏曲和木偶师雪琳当中2选1获得。另外呢，往年的圣诞主题的活动时装，也会迎来返场。哇哦，好多啊！是的，毕竟那么多年的一个圣诞节活动啊。是。然后还有圣诞节的商城时装。以及回响的动作也会迎来返场。还有就是我们的圣诞主题的家具。那每年圣诞节都会开放的公共地图，今年也应该会返场吧？是的。然后今年我们会对新的公共地图进行了一个改动和扩充。今年公共地图呢也是12月18日正式开放，然后会有专门新做一块观景区，用来观赏圣诞新年的烟花表演。然后玩法上呢，我们新增了雪地画笔的玩法，访客们能够在雪地上发挥你的创意，进行创作并合影，留下独属于你的美好回忆。另外呢，圣诞活动冬日之愿中 DIY 的小雪人在这个地图中其实也有用，大家可以直接在地图中变成这个小雪人来进行操作。然后我们还在公共地图中增设了非常多的互动元素，然后这个就留给大家自行探索了。那非常期待每一次的公共地图啊，这一次也是新增了很多的新鲜互动啊，希望大家能跟朋友们来场难忘的圣诞之旅。那刚刚一上来其实讲了，今天会有速回啊、怪念甲、演绎之星系列、真理之下等等啊，现在还没有讲到呢，我相信大家也是非常关心了，现在很急，非常急。OK， 那马上为大家带来这部分的一个更新内容。那我们先从速回时装开始介绍。本次上新的速回系列是牛仔春信。衣服肩上的落雪似乎指向了和安吉丽娜有关的那个冬天，就如同时装名字赋予的意义。如果一切都没有发生，凯文能安然度过这场生命中的寒冬，于春日迎来新的希望。这款时装呢会在11月27日上架商城，访客们可以使用回声进行购买。太棒了，是牛爷爷，等到他，终于是等到他速回了。是的，大家都会有机会。是的，那接下来呢，怪念集系列也将迎来第一位监管者阵营的角色，是雕刻家。哇哦！西式时装雕刻家笼中偶也将于11月27日上架商城，访客们可以使用碎片或者回声进行购买。和酷手那个是一个系列的，雕刻家手中的棋盘换成了童话书，很符合怪念集系列的怪诞童话的风格啊。是的，很细节，就是而且轮椅它也是变成了发条驱动，可以看到。那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电竞系列的新时装，奇珍时装囚徒十轴颤音将于26年的1月1日上架。继佣兵古董商之后 ，OPH 小队的第3位剪影皮也将在这里跟大家见面了。该款时装呢，同样支持金苹果、碎片以及回声3种方式兑换获取。哇，是卢卡的战斗服啊，真的是电竞风满满了啊。接下来呢，还有一款时装啊，哈皮应该非常熟悉啊，是先知的。先知的？对。BLK。是的，是你 cos 的。在周年庆发布会其实有预告过，是 BLK 的另外一位成员先知。那先知奇珍时装和配套的西式随身物品先知共感将于26年的1月1日以礼包的形式上架商城，届时访客们呢可以使用回声进行购买。好帅气先知啊！但我的注意力被旁边的一鸟转移了，他是不是吃的有点太好了？挺可爱的。没事，这个不影响一鸟守护，给得上鸟。确实。OK，那说完了电竞系列啊，那接下来就是今年的真理之下的手办礼盒，沉睡净土的影梦人也是12月，是鱼女，它可以开始预定。这是今年真理之下的一个手办礼盒，竟然是鱼女啊！我记得真理之下的剧情里面有出现过迷迭香小姐。是的，其实
就是迷迭香小姐。那礼盒的背景呢，其实是发生在那之后的故事啊。身为尤利尔家族手下的祭司，他漠然的眼神里是否还残留着最后一丝温度？然后那温暖是留给面容已经模糊的儿时友人的，亦或是已经成为尤利尔家族妻子的自己呢？大家可以敬请期待。哇，这真是太期待了，太好看了。那在这里呢，也提醒一下，去年的手办礼盒《再见幽灵少女》的配套时装机械师索辛和随身物品的匣中愿景，也会在今年的12月30号，限时上架游戏内的商城。相信有很多访客真的是等了非常久了就可不要错过了。没错。那最后就该是我们2025年演艺之星的时装了吧？是的。那我先来帮大家回忆一下，那今年投出的3名演艺之星的角色是律师、杂技演员，还有噩梦。那国际服的结果呢是骑士、调酒师，还有梦之女巫。然后这6名角色呢会获得演艺之星系列的专属奇珍时装，并在年末陆续上线。那今天我们可以通过时装的海报一探究竟。哇哦！首先是律师的维特，杂技演员的雾都孤儿，还有噩梦海德先生。我的天哪，太帅了吧！尤其是庄园主大人。是的，我也风格挺好的。是的，是的。然后是3件国际服的时装，骑士、冠冕下的爱德华、调酒师、逆旅惊魂，以及梦之女巫、蛇蝎美人。感觉这6件演艺之星每一件时装的质量都非常高哈。都是这边都可以拿下哈。对，都是碎片。对，没错。感觉这一次的时装爆料确实非常多了，真的是符合大家期待了哈。这里也其实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确实随着角色变多，然后群体扩大，大家都会希望自己喜欢的角色能够有更多的一个时装排期。那我们也确实决定投入更多的一个产能来追加更多的内容量。来给不同的角色更多的机会来获得新的这种排期，但确实在这个过程里呢，也出现了一些不够成熟的一些安排，比如说8到9月也出现了多个仅回声的这个西式时装的礼包的情况，那在此也向大家表示歉意。今后我们呢会更仔细的去规划不同的投放方式内容的排期，争取在保持产能的同时，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一个体验。没错，大家反馈的官方策划真的是看得到的，并且在思考解决方案。也请大家可以多点耐心，多点理解吧。OK， 那说完时装呢，在这里也有公益和 IP 联动的新进展呢，跟大家分享。周年庆发布会是有提到过这个免费午餐的公益活动。对，是的，是的。那是邦邦的公益时装会是怎么样的呢？那我们先来一起看一下吧，就是邦邦的奇珍时装。哇，好可爱啊！秘密大厨将于11月13日正式上线。邦邦变成一只猫大厨。对，这是一只厨艺精湛、心地善良的橘猫机器人，它穿行于世界各地，为不同地区陷入营养不良境况的孩子们送上他们最为需要的一餐食物。未曾设想道路啊，会做饭的机器猫猫人。是的，那在今年的公益主题活动中呢，大家其实会化身志愿者，与这位猫猫大厨相遇，并且在这只奇特的橘猫的帮助下，踏上一段由爱心与童真推动的旅途。通过本次活动呢，大家还能获得以下的一个奖励。等一下，免费获取的公益奇珍时装？对，就免费公益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其实就是我们今年的获取形式有一些变动啊。公益时装呢不再进行商城售卖，而是通过活动免费获取。当然大家关心的捐赠事宜依旧会照常进行。捐赠事宜完成后呢，我们会在官方社媒进行公示。哇，这么可爱的猫猫还是免费获得的。是的，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公益活动啊，让大家能够更好地意识到乡村儿童在饮食保障上的面临的难题，通过免费午餐的项目向孩子们传递温暖与守护，让更多人能关注到乡村儿童的用餐需求，让免费午餐的温暖覆盖到更多需要帮助的孩子。是的，用行动传递爱，让温暖看得见。接下来呢，和大家见面的是一位老朋友。老朋友，联动返场吗？是，它不仅是返场，但其实也有新的内容。第五人格还有柯南道尔基金会的联动第2弹将于11月16日开启。
本次联动中呢，波西米亚的事件中的那位著名的 The Woman 艾琳·艾德勒的形象将现身于庄园之中。哦，这是红夫人。本次新联动时装呢，将以礼包的形式登场，会包含红夫人的西式时装艾琳·艾德勒，还有奇珍随身物品最后的致意。哇 ，Mary 也太美了！也会有新的联动剧情活动跟奖励吗？没错，在第2弹的联动活动中，我们会继续跟随爱丽丝的脚步，再次来到访 221B， 通过一桩对悬案的抽丝剥茧，揭开波西米亚王室潜藏的真相，探究艾琳·艾德勒的神秘过往，并在新的委托中与这位优雅、美丽、智慧卓绝的女性正面交锋。然后在第2弹的活动中呢，大家可以获得免费获得独特时装守夜人波西米亚国王，以及活动头像涂鸦，还有6款个性动作等奖励。另外呢，分享联动活动还可以再获得柯南道尔的联动精华10个，或者是800灵感的一个自选奖励。那按照之前的联动来看哈，就第1弹的精华应该也会跟着返场吧？是的。那除了柯南道尔的联动精华外呢，记者的时装礼包，还有龟速贝克街221B 也都将在第2弹的联动期间进行返场。然后错过了第1弹活动的访客们也不用担心啊，就是我们也安排了第1弹活动奖励的返场方式。其中呢，第1弹活动中可获得的龟速家具将通过联动的专属活动商店进行返场，我们可以通过战斗获得联动的专属代币进行兑换。而第1弹中的头像框和头像呢，则可以通过幸运之头进行获取。哇，太好了，有返场，还有上新，上一次错过了访客啊，这一次可要抓住机会了，不要错过了。未来呢，我们也会努力跟大家喜欢的新的 IP 方洽谈联动，也会去考虑一些旧 IP 的返场。当然这里我们也不希望过于频繁的进行返场。那其实最近2年大体的新联动和返场的节奏都差不多，不会过于频繁，也是希望一定程度能够照顾到大家的一个体验吧。希望后续大家都能等到自己希望的 IP 吧。都会有的。那接下来其实想向各位访客们汇报一下这段期间我们对平衡性的一些调整和优化吧。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是第5人格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了。没错。首先呢，其实想介绍一下当前的环境，就是战斗的一个环境。上赛季其实就暑假那个赛季，由于天赋的改动，然后以及历史积累的不太合理的得分机制，以及我们的一些暑期活动，还有就是出了bug之后送的过多的排位表分卡，导致了匹配机制导向了像力战天选的情况会变得更多。然后呢，导致了监管者的胜率其实也导向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啊。因为求生者非常难赢，再加上这个不合理的得分机制，所以我们出现了非常多的刷分的情况，就求生者刷分的一个情况，就他不为了胜利，而是为了这个排位分。所以上赛季末其实有2个非常重要的调整，一个就是排位得分的调整，这个是针对这种刷分的情况的；另外一个呢是平衡性调整，其实是希望一定程度能够缓解天赋带给监管者带来过高的一个收益的一个问题。然后排位得分的调整呢，其实效果是不错的。这个赛季的刷分行为其实是大幅减少的，但是平衡性的调整目前做的还不够。监管者的胜率依旧是史无前例的高。且正是因为监管者的胜率高，所以游戏里面呢数量最多的4到5阶的求生者，他其实是会很难上分，会在这个段位持续的进行堆积。简单解释一下，就是其实监管者和求生，我们在胜平负的情况下，他们对应的得分和失分的数值其实差距不大的。那监管者依靠着极高的胜频率它的上分速度是远高于求生者的。没错。也就是说4阶监管它会快速升到5阶，5阶监管快速升到6阶，而求生呢，因为过低的胜频率，其实它会卡在了原来的4到5阶的段位，导致了这个段位的求生者开始排队，而监管者呢则在更高的段位进行排队，然后两边的体验都非常不好。当然还存在一些其他的问题，包括力战贴选，包括求生队友会排到段位差过大等等。所以我们这个赛季其实是需要重点去解决这样的一个监管胜率史无前例的高的问题。一方面呢，就是通过一些更多的信息提供；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直接会做一些比较直接的角色和天赋的调整，去调整这个整个阵营的一个强度。
另外，我们也会评估，就是在当前的环境之下，部分段位，比如说求生者的胜平是否要给到更多的一些排位的加分，才是更合理的，因为这样才能让整个游戏的人数趋于一个动态的平衡。因此呢，这赛季我们除了常规的角色调整外，依旧会就是还有阵营的一些平衡，依旧会对阵营的平衡进行一些调整，以及会加一些那个特殊的一些机制。那最后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求生者会故意卡在6阶刷认知分，然后这个我们会在下个赛季进行解决。国庆前呢，其实我们有一次临时改动，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但确实在规则上确实没有照顾好部分正常用户的一个体验啊，所以发现后就进行了一个回退。那在此也跟大家说声抱歉。那后续在战斗和各方面的优化上会更加的谨慎和细致。叽里咕噜说了一堆，那接下来就跟大家同步一下这个赛季明确会做的事情。首先是我们已经确定了会在排位赛中加入战斗前会告知求生者方监管者的选角信息的一个事。哇哦！其实会在那个区域选择之后，对，如果没有区域选择，它就会在那个选完角色天赋之后，对，确定完之后，是的。然后能让求生者知道监管的信息，然后进行应对。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加入了限时赛季得分的机制，只会在阵营平局和胜利的时候生效，避免刷分。然后会用这个机制呢，其实是用来调节环境中的2个阵营不同的一个排位上分速度，来缓解这种等排队的一个情况。第三个就是排位的容差机制的一个优化，我们会去想办法减少力战天选的情况，以及求生者相互之间的段位差。在这个解决过程里面，可能确实会带来部分情况下就是极端体验。不是监管排队稍稍延长一点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我懂OK，然后第4个点呢是求生者认知分的一个上限调整，我们会希望避免掉6阶掉分刷分的这样一种情况。然后最后一个是依旧会进行赛季末的平衡性调整，包括角色和天赋。因为当前其实还处于一个赛季中嘛，然后我们还没有一个非常非常完整的全面的一个这个赛季末的一个角色调整。对，有一些明确的改动，明确会改的角色，之前有在卧谈会有提过，比如说像那个红蝶。红蝶没有提过有红蝶，有红蝶是吗？有红蝶，有调香，然后有园丁，还有玩具商等等是的。那了解了那不同阵营这个呢，感觉是真的是第5人格的独特特色了要基于我们游戏的特点去对症下药，任重而道远是的。我想起来了，红蝶也提过红蝶也提过，红蝶提过是吗？对，我还以为漏了嘴，吓了我一身冷汗。是的，后续呢，其实也会有正式的共研公告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明白。那也期待大家的共研服的体验的反馈了。OK， 那除了平衡性的优化以外呢，我们也对部分的时装还有随身物品进行了一些优化。那我们看一下这次这个优化后的一个内录视频吧。
我看到这一批主要是挂件特效增补啊，之前更多的是一些脸模的调整嘛，这次还是以挂件为主的。是的，然后更大的一批的脸模调整呢，要等到下一次了。然后呢，之前其实有答应过大家，就是调向虚妄时装的原画呢，会阶段性的给大家汇报一下情况。那今天呢，我们也带来了它的一个迭代，然后这个是初始形态的一个那个原画，然后我们新增了特效，然后也优化了一下脸模还有头发的一个那个表现，以及对于时装的那个裙摆的裙摆的设计也进行了一些优化。然后是受伤形态受伤形态其实改的会比较多，会以蝴蝶为主题进行了整体的改动，包括了头发、整个时装的款式、手臂的装饰，还有那个背后的翅膀和那个飘带的还有以及新增了非常多的特效等等。整体来看，其实是改动量会非常大。然后后续呢也会看看大家的一个反馈，然后再去推进模型动作和特效的一个制作吧。好的，期待住了。然后除此之外呢，也为大家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就是第五人格的端内引擎即将从目前的牛叉2升级为牛叉3，到时候会有2个最大的优化内容，一个呢其实就是性能，尤其是安卓设备的性能会得到一个比较明显的提升。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包体大小，这块主要影响的是 iOS 设备 ，iOS 的那个包体其实也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缩小。然后引擎更新之后呢，大家需要在游戏内跳转下载到最新的一个客户端，然后或者前往应用商店将 APP 升级到最新的版本才能进入游戏。然后登录游戏后呢，就可以领取10个记忆珍宝的旧赛季。然后希望呢新引擎升级后，我们也能给大家能够带来更好的一些体验吧。哇，太好了，又有10连奖励啊！希望能看到第五人格越来越好吧。那么除了刚才聊到这些，还有其他内容带给玩家吗？还有一些品牌合作和线下的一个活动。那首先呢，会有一个品牌合作即将跟大家见面，第五人格将与零食品牌实验室联名，双元好友定制口味的零食正在研发中，还有线下大屏及联名主题门店等待访客们前往打卡，敬请期待。哇哦！零食的联名我个人还是非常期待的，因为我也是个小馋猫嘛，不知道会有哪一个角色的定制口味呢？能不能透露一下？角色嘛，我可以透露一下口味。有牛肉咖啡、蜂蜜，还有海鲜。更多的联名细节呢，大家可以关注后续的一个社媒发布。没错，期待。然后在讲下一个内容之前呢，先对大家近期讨论度比较高的一些内容进行回应其实有刷到过一些帖子，大家近期可能会比较担心像第五，他觉得第五会不会凉了然后是不是官方要跑路了？那在这里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当然不会，我们其实为明年规划了大量的内容，我们会继续追加投入，也会为大家带来更多更优质的游戏内容，同时呢，也会跟平台去开展更丰富多元的创作激励活动，不辜负每一位热爱第五人格的玩家和创作者，不辜负大家的信任。然后未来对于各个城市的官方线下活动呢，也在筹备中了。我们希望给访客们提供更多的相聚机会，让第五人格给大家带来更多样化的乐趣和体验。难道说接下来会为大家带来的爆料内容就是我们全面升级的一个线下活动，第2届的心跳圆圆会嘉年华，会在26年的暑期与大家见面。因为考虑到其实会有更多的那个摊位会需要同作者的摊位需要准备嘛，所以我们选择了更早进行这样的一个圆圆会的爆料。然后本次圆圆会活动的专属独特时装呢是摄影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有关注到访客们对首届圆圆会的反馈和建议然后因此呢，第2届圆圆会我们其实提高了投入，不仅延长了举办时间，还扩大了场地规模。我们希望能让更多的访客们有机会来到线下，为大家带去更加沉浸式的游玩体验。详细的内容就大家可以关注后续的爆料了。我记得上一次游园会全角色的 cos， 而且官方 cos cos 的特别好，我真的蛮期待第2次的我们心跳游园会的。那我们2026年的暑期不见不散观众朋友们。是的。
那今天其实啊，内容就差不多了。是的，是的，那么接下来上面就是我们今天的所有的爆料内容了。最后还是会有我们的直播福利带给大家的。没错，大家可以输入激活码，然后领取那个记忆珍宝的一个奖励。是的，那兑换码是第五人格昨日之龙，11月27日，还挺好记的，第五人格的缩写，然后昨日之龙，然后11月27日，那就是1127嘛。哎，这里有一个点啊，就是那个1127，然后前面那个是 L， 昨日之龙的 L，对，它不是1。对，它不是1啊，所以可能大家要注意一下。对，那是 L，昨日之龙嘛。那有效期是到下周日的23点59分59秒的，大家记得领取啊！兑换码是第五人格昨日之龙，11月27日。好了，那以上就是我们前瞻的所有内容。那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拜拜。